那时候我们去美国，宝宝才8个月吧，然后那时候8个月宝宝就是什么都会放嘴巴里，对，口腔期。然后那时候他就拿一瓶啤酒说：“妈妈，你去放松。”然后我想说哇，他让我放松，好，我就放松。然后我就在跟朋友聊天聊一聊，他也在放松。然后我就看我儿子嘴巴这样，我说他在吃什么？我又没有给他吃东西，我就去把他嘴巴拿出来，是一只死掉的蜜蜂。他也觉得没差，他也觉得没差，对。我真的觉得也真的没事。如果吃的是蟑螂，如果吃的是蟑螂呢？蟑螂也没问题啊，也是空气。你不要跟我嘴巴硬哦你。这只是一个迷思，还是真的呢？很多人都觉得哦，嫁给一个运动员老公，表面上看到他在球场上风风光光，非常的帅气，可是他一到家里，好像就只是纯粹一个四肢发达的人类。我觉得嫁给运动员应该超棒吧。可是你要想，他在家里也会做很多细心的事嘛，因为他很累。他们就是很敏捷啊，你就可以教他们做很多，比如说要搬运啊，或者是抱小孩啊、陪小孩玩耍之类的啊。是，可是那也要有耐心啊。而且也不太会吵架，因为他们比较空。就是他们想很多比赛的事情，他们就不会花心思去想很多跟你争执的内容，所以应该是很 peace 的生活。小剧场偏少。对，而且体力就 always 感觉很好啊。你说每天大家都会很累啊？我是不会了。哎，您也是个运动员嘛，运动健将，所以我是觉得蛮羡慕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邀请来呢，真的是跟运动员结婚，还有运动员来到现场，分析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？欢迎秀玲姐 ，Tiffany 啊，欣怡姐。Tiffany 你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，对，我们2个第一次一起上。你的老公是毛詹，欢迎。好帅哦，太帅了。哇，毛詹现在是哪一队的？现在是新北国王。也是，我不是教练，我是总经理。走来，已经退役快。所以你的地位比那个哈校园高多少？其实我之前是台啤篮球队台啤英雄的，你为什么一讲话都感觉我想学毛毛讲话，讲话感觉好像有在学。啊，我以前也是台啤英雄篮球队总经理，但是当了2年被干掉。我们这边是一个 team， 好吧？我们讲运动员好。对啊，我们是。不是因为像毛詹讲话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有去学什么运动管理之类的。可是你讲话的时候就是那种好像已经变海绵宝宝。我现在膝盖。没有吧？今天比较像派大星吧。全身都粉红色。不能喝酒啊，因为这是你的痛苦。又弄了，都瘫掉了。什么叫瘫掉？还没有吧？我是住安宁病房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说你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松懈啊，他感觉还在。这样一整排有没有像一个进化史？就是还在奋战变经理，最后就长大了，就长大了嘛。人总是要长大。前辈们知道你还是曾经是个运动员，然后就硬塞一个工作给你。今天发这个运动员主题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找我啊？毕竟你还在里面做一些无微不微的事。不会，真的是无微不微。到底你是什么工作？之前跟他一样是球队的总经理，那现在就是算降级当助理教练这样子。哇，助理教练还不是教练，助理教练也是教练，只是教练的助理。球员会听助理教练的话吗？不会。那请问你们每次在上场前，不是要拿那个板子在那边写那个什么队形啊、战术？那你要干嘛？你负责拿起一笔出来，然后递给总教练。只有递的。然后我对啊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跟球员讲说，那你可不可以提意见说，我觉得等下战术应该怎么样？会，我就会跟那个总教练提议说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，因为针对人家守的是3-2区域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外线因为今天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要换一些在内线比较有优势的人。然后总教练就会讲说，可以给我1瓶水吗？我就拿给他，这样子。差不多没有在听就对了，没有要理我的意思。我怎么记得你好像都比较是在意那个球员休息室餐点的部分，汉堡啦，他负责点餐吗？他很怕被吃掉。我会先把它收起来，没有，收到我我会骂裁判的。你有看过教练被午饭的吗？跟裁判沟通了，通常跟裁判沟通的这个讲话这个工作，你倒是现在骂人的那个能力还是蛮强的，对不对？还可以。必须要保持，所以要不然我就真的不。你骂那些评审是说要骂多狠？骂裁判啊，也不是骂啦，我们还是尊重，只是大声而已。你是在演戏还是说真的？你觉得不公平？是来真的。所以要先怎么样？先暂停。不用暂停。
就直他直接冲过去了站起来就跳出去。你可以直接站起来，你膝盖不是？你吹什么东西啊你？差点跌倒哎，有一点，差点跌倒哎，这样蛮稳的吧？你刚刚拐到一脚哎，刚有这样有点踉跄。不要这样子，我拐到了。我想说今天的状况已经是好的嘞，今天状态不错了。那你万一跳起来，然后整个是偷该？有一次就是啊，有一次我们球队就打架啊，全队冲出去打架，然后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记者就说：“啥？你怎么会以你的个性，你怎么会不冲出去？”对呀，主要因为当天痛风正在发作，我脚还在起来痛。就站不起来了。对，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请那个 Sabrina 跟张宇来，你们两位是有跟运像我动员们要跟运动员交往过吗？我觉得我前男友应该算吧，就是太极选手，对啊。那你觉得大家对于运动员的另一半有没有太多的你知道迷思？我觉得其实当运动员的另外一半很辛苦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刚认识我前男友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是念书的时候认识，但是他当时超级就是刚好正在进入这个领域，就是要代表台湾去出国比赛的时候，所以他1天3练。所以就基本上是早上起来练一次，然后下午练一次，晚上练一次，然后晚上去拳馆训练的时候，可能又希望我陪在身边，所以我可能就是会到附近的咖啡厅或什么，就是等他。哎呦，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到就是他在练拳的地方，就是陪他一起练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发呆。可是现在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录影之前就发生了一件浪漫的小故事。因为刚刚那个星云的那个名牌掉在地上，对，然后你就是爱捡不捡，好像要捡不太掉还到，对，就是够不到，然后你姐应该是20几岁，27，哇，马上就是很灵活的，不像你还要这样，他来不及，他怎么这样弹起来，然后就小跑步过去，很轻松的，然后这样拿起来别好，再回位置，而且手别的时候手还很细致，都没有戳到他的奶。对，我就说别争。对，请问一下，他在运动员的身份，然后跟回到家变成是老公和爸爸的身份，你觉得是好的吗？都一样好，还是有差？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其实还没结婚前，他其实就是个孩子王。对，就是他会跟我的朋友的孩子玩在一起，然后每一个小孩都挂在他身上。哇！就这边放一个，然后这边挂2个，然后这边又绑一个，因为我们部落小孩都很爱玩呐，然后就小小的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呦，你应该会是个好爸爸。现在也真的是，这是好爸爸。哎呦，所以你是说你今天讲不出他的任何缺点哦？你说如果在运动上的话啦，对，其实运动就像那 Sabrina 讲的，就是运动员的另外一半真的很辛苦。因为其实运动员的生活就是很单纯，就是训练，然后就是比赛、休息、吃饭，然后再训练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不太能够适应。对啊，不能适应的地方是什么？不能适应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是同一个龙舟队，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彼此，我们也都代表台湾一起出国比赛什么的。一直后来我们结婚之后，然后就是像平常就是我后来就带小孩了嘛，然后他就继续练。可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很需要 family time 这样子，然后想说要出去玩什么的。可是他只要有时间的时候，他就会瘫在沙发上，他就会很想休息。他不是孩子王吗？对，还是会累的时候。可是他所有的精力就是会放在他的训练上。而且反正他回去的时候情绪什么的，还是你要丢给你，因为他就觉得他平常已经把所有的精力都在外面，然后对付教练、对付其他的选手。而且他回来就是，比如说他今天可能，就是队上可能课表没有做好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就会去想那些成绩不理想，他也会对，他会去想吗？对，像有时候他就比如说喂奶喂到一半啊，然后他可能在想那件事，他已经想到出神了。然后那个奶嘴明明就没有在对的上，鼻孔里。对，我就说，你要不要等一下你在干嘛？他说然后就把它塞回去这样。就是想比赛是想太认真。对，就有时候他会想训练的内容什么的。然后像有时候我很想跟他说，是不是假日可以带我去？比如说那时候因为我们住花莲嘛，太鲁阁，我就很喜欢去爬山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假日带我跟小孩去爬山好不好？我很想去这样。然后他就说，好啦，就看看啦，下次这样。结果后来他们的训练的课表直接就异地训练，直接到太鲁阁爬山，然后没有带我去这样。然后我就训练呢。
对，我就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要带我去？我可以在旁边带小孩，就随便走什么的。他说，你还是不要带你去好了，因为我们不是用爬的，我们是用跑的。哦，用跑的，那很累耶。跑太鲁阁的山，不是爬太鲁阁的山。比如说一般行程，可能一般我们健行，我们就去2个小时散个步啊，散个步啊，对，走走看看拍拍照啊，已经算脚程很快了。他们大概攻顶大概可能20分钟吧。哇，就这样子，你是要多拼，跟划龙舟一样快，就是很快。我想说，哦，好吧，还好。所以不能有一点，你如果慢下来会怎么样？被上面的一直念叨，哎，什么时候上来？什么时候上来？上面有谁？哎，学长，我们会带那个无线电，攻顶了，带无线电上去。所以宫顶是不是离你很远了？这个词，你说我吗？如果要跑太鲁阁的话，我应该会去公正街包子。他直接跳过，吃的，对，直接跳过太鲁阁。干嘛要这么累？那校园现在是不是完全不在乎什么公顶不公顶这件事？是不是很无聊？我们球不用啊，球员攻顶就好。百越没有啦，他的生命只有100副吧。现在也不能聊了啊。对啊，我是。好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这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那个夫妇是 Tiffany，到底老公是运动员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跟他在一起约会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退休了，所以可是你们是怎么看上对方的？我们是工作，我帮他做造型，然后他在我面前，你是造型师？对对对，然后他在我面前脱衣服，然后你就爱上他了啊！我就觉得衣服而已，没有，我就觉得蛮帅的，就是肌肉线条很漂亮。对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可能怎么感觉有口水音啊？收着。ASM 吧。对。可是他的当初这是第一次在你面前脱到什么程度？就剩内裤。哇！你有这样要求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是拍一个公益，所以那时候换衣服的地方很有限，所以通常男艺人会自己去厕所或什么换嘛，他就直接就是换，然后想说哇，没有 Photoshop 也蛮厉害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种下一个爱意了，是不是？就觉得这个男生又有礼貌，然后又敢脱嘛，又敢脱，又很大包，没有开玩笑，然后就印象蛮好的。后来是他追我，因为不了解彼此的时候，外形当然是第一个看的东西啊。对，所以有点算是你没有接近吗？我们就那时候认识，后来是又再遇到，然后他就来追我这样。第二次他就来追你？没有，我们是有一个故事，他可以来讲分享。后来隔了几年吧，然后隔了好多年。其实他也是一样，用同样的方式想要吸引我，也是得内也是要脱衣服，没有脱。可是他跟他几个朋友就是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我们今天出去玩，然后穿得很辣，然后看会不会有更多男生注意到我们。然后结果真的那天我已经认识他一段时间嘛，之后那天我说，哎，好像这女生也不错。他那天才看到我了。对，然后穿的比较露。所以你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个女生哦？没有，就没有特别好感吧。然后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都还是视觉第一个这个印象，我觉得还蛮好。然后后来也是才开始认识。他那天穿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认识啊，他穿一个红色的洋装，然后就是露的蛮多了。就跟他平常穿搭现在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就穿比较中性，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有一阵子，我们一群好姐妹桃花没有很好，我们就说我们就是要打扮，我们就穿绷带洋装那种，我知道那种就是最憋的，然后高跟鞋贴假睫毛，然后头发就吹直，然后就是妆很浓，然后我们就去，就他那天就遇到他就整个对我态度完全不一样，之前是不会想要跟你多聊天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就开始。哎，你要喝什么？然后我想说，你之前好像把我当一个工作人员，然后后来那天就整个心就是没有势利眼了，对，他就发现我是可能那天就真的蛮低胸的，然后所以你有起初很深，有那天是大深 B， 哇，对，所以你是被大深 B 吸引住。对，那你那天很好，诚实啦。在我心中你不是一个没有，现在结婚我都可以讲嘛，所以你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吗？所以后来跟他结婚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有对他这样子啊。你只对这个大深 B 对，就对他的大 V。大 V 哦，没有生了啦。哇，对。然后从那天就开始约会了。隔了一段时间吧。对啊，可是我后来都是也认识了蛮久才真的在一起了，所以多久才在一起？我没有那么肤浅了。
可是后来还有试着了解他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。对，还是了解，对，还是认识他了。我们大概交往了1年吧，然后就2年了。 2年了，就差不多结婚了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他在家是一个好爸爸、好老公吗？他是一个好爸爸，但他就是一个小王子。小王子，小王子，运动员是小王子哦。比如说要点餐啊，我们在外面点餐跟服务都点儿童菜。不是他，不是我要那个黄瓜。他会小声的跟我说，可以帮我跟他点一个水，或者可以帮我拿一个什么什么，所以要我来点。为什么他自己不讲？他可能觉得他是毛家恩，对。有啊，我有一点点，他偶包很重，真的假的？他偶包很重，对，蛮重的。所以他那个哪来这种行为？你会讲说都几岁了还在那边偶包？他就是会常常注意自己的形象，然后就是对比我爱漂亮。所以他出门要花很多时间打扮，会比我久很多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对，像今天也是，我们差点吵架。今天怎么了？而且出门就是他在那边刮胡子啊、弄头发，然后我早就好了，我就坐在那边。我说走了，我们要迟到了，我们不要迟到。第一次上节目不要迟到。他说那你自己去啊。讲这种话。没有，重点是我们像男人你他自己先去是不是？没有，重点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很准时到？对，这就是我要讲他，就是他很紧张，他完全不 chill， 所以我们两个很就是相反，他过度的紧张，我过度的 chill， 所以还是说你太爱漂亮，你一直在这边看？没有，我其实没有，我只是因为我觉得我来这边不会自己做妆发，我就自己抓一下头发嘛，所以我会是精心抓的吧？这我自己抓的，抓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起来抓很久，而且项链也搭配了很多条吧。这2条，他也是他的，对啊，对他拿我的造型有精心，所以你觉得你今天帅度大概几分？我本来觉得这件，因为他买给我，我本来这件会不会有点像要去夏威夷的感觉啦？可是他觉得很时髦。有人比你更没感受。那个刚回来，那个还在玩的嘞。刚回来，那个刚回国，准备要脱皮了，他已经回来，直接从机场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也刚他比较近啊，他直接从机场，真的，他背心就是巴厘岛的，还真的，还真的。你穿起来还有一种牙皮感啊，他是真的是度假风，他是有小哈就是刚起床，接着对啊。可是秀琴你老公也是个那个球场上的硬汉啊，对，回到家呢，因为他在球队被保护的太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只要出门，他想到的就在球场上的时候挥棒接球什么，他不用想太多。但是他一结婚回到家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很多事情他都要自己做。比如说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洗衣机，尤其是以前那时候刚出来那个洗脱双槽的，双槽不是双槽的那个洗脱烘那种，他更吓到，你知道吗？吓到，他有时候到底要从哪里开始？对，他在那边2个多小时在那边罚站哦，他完全不会用。然后可能我们用那个洗衣机在接那个水龙头，然后他那个接头就有时候那个水太强就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他就是硬要那个蛮力，一直要把它渡回去，然后他没有想到说就先关水龙头就好了，然后是一般的水这样子，他就一直要把它渡到里面这样子，然后水就一直喷这样子，然后因为以前是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不是，已经到了消防车都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住那个宿舍嘛，然后宿舍就是那种10几坪而已，然后因为它里面没有办法，厕所已经很小，所以洗衣机已经就是在那个套房的，就在客厅这样子。它就整个都是淹到已经是大楼外面这样子，就是已经在走廊，然后大家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，然后就有人就报警这样。然后刚好上班回家，管理员说：“哎，你们那一层楼好像是有那个家里淹水什么。”我说：“应该不是我们家吧？我们家应该没有人。”你知道那个管理员一直每一个都敲门了，他还假装没有人在家，是不那个水都从家里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回去我说你为什么就是关水而已，这样就生活智障王。他没有想到先关水，对，还有电锅，
电子锅为什么外锅要加水？它整个家里也是快要灰熊煮这样子。电子锅外锅加水，因为他们以前家里可能都是只把那种大头，外锅要加水。对，他连电子锅对也加水，他要加在哪？电子锅？不是他没有缝的对啊，他加在哪？他不管，他就直接就是按照他用过的那个大头硬滴进去，就硬滴啊。他就想说米就煮5杯，他就放5杯水。整个就坏掉了，很有才华，因为很小哎，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在浴室里面放一些很多瓶瓶罐罐啊，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是新的，他就会挤一下，有时候我们业配什么一些私密处可能清洁的拿来刮胡刀啊、刮胡子啊、洗脸呐这样子，洗脸，他只是觉得怎么都没有泡沫这样子。对，那还是硬搓，硬搓硬洗这样子啊。可是他总有优点吧？工作要练舞，就是比如说是夫妻的这样子。那我不擅长跳舞嘛，然后有时候穿那个鞋子或干嘛，然后脚会痛啊，会酸这样子。那以前我们是那个黄金大嫂团的时候，那每个人的老公都是那种什么宋一鸣、宋达敏，他们都是。位置都已经很高了，所以他们不会帮老婆按摩啊，干嘛的？就我老公就脚很酸，是不是就拿掉？然后你知道女生穿久了脚会有一些脚气，脚气这样，然后我老公就不管，他就会这样子，会这样，然后黄金战士跪着帮你按脚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子，他就会这样，在外面吗？对啊，就在大家按很久大众面前，对，然后就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叫我跪在他这边，他是不是在做形象？也没有。他不会刻意做，他就知道你很像脚很酸还是什么的这样。哇！然后其他大佬就觉得说，哇，老公好贴心。对，好贴心哦，而且觉得你脚像你的脚是不一般的味道哦，这样。不一般的味道。这么臭，老公也是毫不在乎。对，他就还会这样子在那捏啊，然后揉啊这样子，然后就其他大佬他就会觉得。哇，真的很爱你。对，3位老公有没有做过什么像是刚刚那种志远哥会帮忙按摩啊这种暖，让老婆觉得哇好暖的事情？可是因为小王子应该不会愿意帮人家按摩吧？搞不好他有其他的暖事啊，什么帮他记得一些事情或什么之类的。我老公有类似的。有，维持一下。我之前安胎是躺着要躺在床上上大小便。全部都他帮我，真的啊，真的啊，对，你很感人哎，这么严重哦？对，我是不能动，就是要躺着2个月。哇，所以他帮你亲，然后帮你换什么的，洗澡，全部。天哪，我们新婚，所以小王子也是很浪漫啊，很感人，也是有对啊，好不容易哦。但张宇，你是有跟运动员在一起过吗？我今天就是来朝圣的啊，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跟运动员在一起过。但是因为我发现最近我的一个好姐妹，她整个容光焕发，她跟一个小20岁的运动员在一起。哇，小20岁的运动员，你姐妹几岁？我姐妹45，然后她的那个男友25，好在有什么哪一类型的运动？就是比较偏有健身感的那一种健身类的。然后我就想说。那个，因为我自己没有跟运动员交往过，我就觉得她好像很开心，因为她男友185，然后每次他们出去逛街的时候，那个男生就好像有点像英杰这样，就是会好好的保护他的女朋友，然后像保镖一样在后面，然后走到哪里呢？就是你知道他出来找姐妹的时候有多嚣张吗？就我们一群女生在吃饭。然后他说哦，我男友来接我，然后他就会进来打招呼，就带一个很帅的鲜肉进来跟姐妹们打招呼，打完招呼说拜拜拜，然后就走了这样。所以我觉得好像跟运动员交往很秋哎，就是可是你现在也单身啊，你可不可以请那个运动员介绍其他运动员给你认识？同队的，好像不是运动员菜吧，因为好像也没有运动员追过我，就顶多只有吃饭而已，没有到真的交往。对，要穿那穿那个绷带洋，要穿那个绷带洋。哎，是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喜欢性感的辣妹？好。英杰笑而不答。还定格，你们3个，你们这是有什么好想定格是怎样？大部分欣赏内在，对。我是不知道英杰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跟毛毛是这样子。毛毛最近说他被大 V 吸引了，你没大 V 呢？所以英杰喜欢辣妹吗？他们都穿出来，干嘛不看？所以你第一眼爱上他也是因为他那时候打扮得很 sexy 吗？没有，我是看内在。是哪一个 moment 抓到你眼球？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
乡下田里面在玩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泥巴大战，我们就可能在田里面玩拔河啊，或什么大队接力这些，然后就是在阳光下面会看到说哇，天哪，我好爱哦，好爱你，泥巴中的他是不是？看不清楚脸。就说阳光太刺眼了。原来你喜欢有那种朦胧感觉的很好看。你喜欢泥巴吧？泥娃。你是看到有女生愿意这样子一起玩，然后这样子都不顾形象，很豪迈那种感觉，对，很吸引人嘛。对。哦，这样比起来就比毛家安比较有深度一点的。对，毛家安那个也很深啊。它是另外一种深啊。哈孝远，你老婆还会嫌弃你吗？还是说她已经放弃了？他现在应该对我算是，就是一种，就是提早在做一种长照的一个在照顾了长照。他有一直在 Google 那个什么是在长照的那个地方吗？他有啊，他其实他都会讲说他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比较难照顾，因为大儿子就是我嘛。我老婆可能原本想说哦，就是我老公顶多就是有一些可能痛风啊这种关节的问题而已。结果有一次，我就那时候我就回家以后，然后那一天我就心情很不好，我就很低落，然后因为我在电梯尿失禁。你？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阵子我就一直没办法憋尿，然后我那一天我就等了很久。我那天还要多可怜啦！那个电梯等了很久，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。我想说顶多出来1-2滴，可是这种东西你知道1-2滴它就唰就停不了了，所以整个电梯从电梯口到滴一直到我家门口就都是，就好像在牵了一只很大的狗，然后它往经历全对踢到家，然后我回家我没跟我老婆讲，我就坐在沙发上。你还直接坐下？你没有先，你没有先去换裤子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因为我心情很差。然后他以为我得癌症之类的。他说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因为我去健康检查？那你是不是怎么没关系？我们什么事情一起面对啊？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把电梯稍微拖干净一点？”我老婆就去了，他就帮我善后，从电梯一直到我家门口。哇，也是水灾的概念哦。对，做水灾。所以你有去跟医生说吗？这是什么状况？对啊。后来发现就可能就是因为发胖，然后就因为会压迫到，不知道啊，但是现在有好一点了，稍微有好一点。所以你现在如果等红绿灯，会不会也就是尿出来？不会尿出来，但是有时候很奇怪哦。你打喷嚏会不会滴出来？一点点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有问医师，哎，我们女生才会有。对啊，问这个啊。我有问医师。我们现在打喷嚏要打，然后先夹再打。对。因为我有去问医师，医生说可能因为你们以前你们是运动员，所以你们比如说你们做很重的一些重量训练，所以会对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影响，所以毛毛应该也会有，你应该有。干嘛什么都要往旁边扯别人啊？过2年就有了。他怎么就感觉不像会在电梯里面尿失禁的样子啊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。好了，拜托你好好照顾自己好不好？对啊。可是毛家安，你会跟老婆大吵架吗？会啊。他什么事又把你惹毛？就是太紧张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很 chill，所以我觉得他大小事情就是他太 chill，他有点过 chill。你知道他有很 chill，他 chill 到他的车那个油量，就比如说我们开车嘛，那个油上面会，比如说油，然后他会预测说你还可以开多少公里。对。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台中啊，我们住台中要到彰化比赛，然后彰化比完赛回来的时候，那天他很累，比如大家会轮流开车，我忘记是谁，是陈世念还是谁开他的车，他就在旁边这样坐着，然后那个陈世念开说，在高速公路上哦，毛，你这个上面写说已经显示0公里了耶，已经显示0公里了哦，0公里。他说，然后他就这样。可是0公里是开玩笑吧？应该还可以再开一下子。他就这样子讲，他就是觉得可以，他觉得可以，他就说，那个都骗人的啦。他真的很就那个骗人的。但是还有电车是不是？我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电车嘛，就是还不是电车。结果后来嘞？结果后来陈世念越开说，毛，你的方向盘变好重哎，你可不可以啊？然后
现在他到那个时候还很秀呢。那你就下去加油站加油嘛。我这么秀啊！赶快开下去。所以还好车没有停在高速公路上。后来还好，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陈世念啊，就是他就这样慢慢开下去，硬开下去，加好油，好险。然后他没有想要臭骂他吗？啊？我说陈世念没有想要臭骂他吗？陈世念觉得他真的，因为是他的车啊，他也无所谓，他就这样，没事啦，那个0公里都是骗人的，真的很。所以你通常都因为老婆不够 chill 会生气。对我承认我是有点太 chill， 可是他是真的超级过度的紧张大师。可是对家人也会用这种很 chill 的态度吗？我觉得我 chill 是，如果不是安全上的问题，比如说小孩的安全，当然我会很紧张。可是他是，比如说因为我们才刚从澳门回来，然后一般就是登记时间，比如5点钟开始登记嘛，然后他是4点55，觉得紧张到不行，我们会错过这个班机。然后是用奔跑的，像那《Home Alone》电影奔跑的哦。4点55，那因为我们在最远，我们在飞机的最远那边，然后 gate 在最远的地方。差不多4点40就要出发了吧？对啊，我就是一个觉得要那个飞机5点半才会起飞嘛。而且其实没有，他会关门，他会关舱门呢。没有，他觉得要排好。我就被关过舱门 ，OK？ 那都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骗人的，跟他假装啦，有缝啦，你手都搬得开。重点是5点开始登记，那我们冲到那边还不是要排10分钟、15分钟，然后干嘛冲？就是很紧张，他就不想排队，他不要排队。紧张到这样，我就觉得，因为小王子不能在机场奔跑，不能不帅，对，还是做悠哉，就是我也不会迟到，可是也不用当第一个这样子吧。所以他当时冲的时候，你有制止他是不是？没有 ，I'm like 还好碎念，他碎念，他就加快脚步，就说没有那么夸张，请你 chill。每天都 chill， 所以他就是很跟你讲的话就是 chill， 那个 chill pill，take a chill pill， 空的 chill。可是他刚刚说对小朋友不会，可是他是不是还是有发生过？他有很夸张，那时候我们去美国，宝宝才8个月吧，然后那时候8个月宝宝就是什么都会放嘴巴里，对，口腔期。然后那时候他就拿一瓶啤酒说：“妈妈，你去放松。”然后我想说哇，他让我放松好，我就放松。然后我就在跟朋友聊天聊一聊，他也在放松，他也在拿啤酒在水里面看着小孩，然后我就看我儿子嘴巴这样，我说他在吃什么？我又没有给他吃东西，爸爸，我们现在没吃的。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不对，我就去把他嘴巴拿出来，是一只死掉的蜜蜂，而且是美国那种很大蜜蜂，大蜜有毛的那种。然后我就当下说爸，很多补那干嘛？他就说蛋白吧，那蛋白质，他也觉得没差，他也觉得没差，对，他就蜜蜂，他可能觉得当下有点觉得好像有点渴，可是他必须要。对啊。你当时心里有没有一点小紧张、小害怕？可是我真的觉得真的没事。如果吃的是蟑螂呢？蟑螂也没问题啊，也是空气。不要用嘴巴硬过你。高蛋白嘛。对啊。如果他在吃的是自己的屎呢？但我不会想要吃，发生了你就。对不起啊，不会再发生嘛，这个没有。所以你人生没有让任何事让你会紧张吗？我会紧张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休闲时间也不用这么紧张。我们在旅游啊什么他就很紧张，我们明明可以很轻松放松，可是就会让整个行程就很紧张。所以我说他会一直催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每个东西都是要这样。我觉得运动员都会发生这样的，心脏比较大。运动员他们都是很多事情都觉得没有，他不守时，真的吗？他是很 chill 啊，对，他很 chill，是我很守时。可是我老公他是只要不是在训练状态，就会像家人一样很 chill，连带小孩也是，他们心脏比较大。你只是吃小蜜蜂，他都吃什么来？保育类的。蚂蚁，山枪，你都吃山枪？其实有。我跟你说，常常有时候回部落，就是他们久也就会筋骨痛干嘛的，然后阿嬷或者妈妈就会把你带到，然后就会很多一些习俗，例如你顾筋骨，你手断掉，真的哦，球员一回去，比如说手包扎，我看妈妈就不得了了，马上去抓那个活生生那种黑色那种小青蛙，我老公叫生吞呢，那个生吞，然后配米酒这样。
然后就好了吗？他就是老人家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是祖先的祖灵的智慧这样子。英姐吃过？有吃过。生吞青蛙配米酒？没有啦，它是煮过的啦，一般都是煮过的啦。所以伤到筋骨要吃青蛙。对，其实我们骨头断掉，对，骨头断掉的事情吗？青蛙对我们来讲，它美族来讲是圣品。对，对，它真的恢复很快。什么疑难杂症不能生的啦，生不出来都吃青蛙。对，什么擦伤车祸啦，然后什么都是要青蛙。我心想说，部落都没常车祸也要吃青蛙，没有就会觉得说你受伤啊，干嘛的？我刚讲到是说，你刚刚吃那个小蜜蜂，我女儿人生吃过，我是原住民，我自己都不敢吃。什么？我那一锅很深哦，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汤很黑，这样你看不太到。那我们就在那个庭院，就看不太到小朋友在吃什么。因为我老公被盛了，就盛一碗，然后他也不好意思，他就这样想说，应该是一些毒品这样子，一般可能市面上吃不到。然后远远看，我想说我女儿这边啃什么，怎么很像都一直啃不出来，她就是这边咬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我上一下厕所。我看到我女儿直接在吃一个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手？什么东西？手？一个动物的手。吃手？那就是现在不是保育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保育类，一般的猴子。猴子。煮熟，但是手又更小，很像人类的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我女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肉啊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在那边啃，然后他看到姐姐也在吃，然后。他也跟着吃，然后小朋友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就说给我丢掉，我说拿去丢掉，妈妈很好吃的丢掉，这样子。你是觉得太像人手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太，真的就很明显。可是如果毛家你的小孩吃猴子手，你会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啊！这你会你远看你会想不到来，都吃完了。不会，这样你就不够秀了。我问你，你那么 chill 的人，在打球的时候也会有 chill 的感觉吗？会啊，因为你打球也 chill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运动员本来就是抗压性很高，所以在生活时候就是大小事不是真的很严重，我不会，他就是很慌，什么事情就想到最坏，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 calm down 一点，没有那么严重，错过这个游览车还会有下一班，他就是紧张到。没有办法，所以你高铁你也不敢，他就是一直觉得没关系，下一班，还有下一班末班，飞机也不敢。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是一样嘛，到不了目的地，因为一直太 chill 了，没有太多事情，就是下了游览车，然后行李明明要拿，然后他怕没有拿，就开始尖叫，行李没有拿，我本来就是要去拿，然后就开始所有事情就让我很紧张，就说我们来旅游就可不可以 chill 一点点就好了？会不会就是因为你 chill 过头，他才会这么紧张？所以可能真的好几次行李你没拿，然后就被带走了。这是他就是他个性就这样吧，我觉得。然后连小孩就是睡觉就是一定要7点8点，然后一没有睡觉的时候他就开始歇斯底里啊，连跨年。他就说8点9点，因为还没睡，跨年还没跨到呢，12点要看烟火，然后还会很紧张，就是所有事情就是。你小孩现在多大？快4岁了。10岁。4岁需要跨年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要有一个安全感的时间作息。因为4岁看不懂烟火吧？但后来他有看吧，看不懂呢，就是偏累，因为他累的时候他会很欢。所以我要面对那个很欢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赶快睡觉，我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时间。哦，听起来还蛮多好处的，运动员还蛮可爱的。张宇还没有跟运动员交往过吗？我觉得嫁给运动员还不错啊，因为运动员我觉得就是爱家爱小孩，而且相对起来，我觉得他们没有那种无止境的事业野心，就是很多局啊，很愿意花时间给家庭。对，就是你看还会旅游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带小孩出去啊，跟运动员爸爸的话，就小孩可以丢给他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旁边纳凉，对不对？那像我现在就是常常要自己带小孩出去，就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体力，是那个太阳。因为我现在一直有一个疑惑，我们现在的热度是小时候的热度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不是，现在更热，晒了会痛的那一种。现在对啊，像我前走一小段路就觉得变黑了。这2天就主持一个房地产外景啊，然后我们那个镜头没有 on 的时候，我就是马上撑伞，
只有在开昂的时候可能晒个5分钟10分钟，然后就这么一下下。回家之后我发现穿无袖啊，那个手臂居然跟身体有差2个色阶。哎呦，马上黑了啦！马上黑两个色阶，然后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小麦色是好看的，是，但是怕的不是晒黑，是色差。就是像我们对脏脏的，就很多很好的粉底液啊、化妆品啊都不能用了，就是因为你突然脸晒黑，然后化完之后一张脸都白，然后身体整个不对劲，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说要好好的来美白，至少让我的化妆品可以用回来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了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保养品品牌，然后它是皮肤科医生研发的，然后同时有很多 SPA 的美容师推荐给我，所以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好像不太一样。我现在真的有白回来，而且很白啊！我的保养品终于又可以用了，不用丢掉，所以我今天带来跟大家分享。哎呦，张强就这个5倍光精华，厉害哦！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瓶子，听它的声音。是不是满满的高级感？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质感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大家手上都有一瓶嘛，可以打开来闻看看，它的味道超级棒。它就是一个满满的柑橘，可以闻看看。我怎么觉得我用过这一瓶啊？真的假的？因为它味道啊，柑橘很香，而且就好像男生也会喜欢的味道。男生会喜欢，而且就是徜徉在清爽柑橘园的感觉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，他说会让人感觉年轻的味道的第1名就是柑橘味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会感觉心情很好。然后你们也担心会黏黏的，可以用在手上给你们看。它其实啊，延展性非常好。而且啊，很快就会吸收，非常非常的疗愈。像我现在用到第2瓶，对，但是呢，它2瓶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。啊？你说同是柑橘吗？同样是这个，但是同一款，但味道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其实是自己的柑橘园栽种、采收、萃取出来的，所以它很天然，它每一瓶的柑橘的味道会有些微的差异。好酷哦！对，就是自己需要的柑橘自己种，这个概念。好用心，很用心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状态。我现在其实是卸妆，就是底妆已经卸掉。哇，真的，皮肤很亮哎，底妆已经卸掉。而且我昨天其实熬夜，因为昨天小孩生日，其实熬夜熬很凶，对，但是。因为有保养，真的有差啦，我觉得。因为我之前穿那个凉鞋啊，然后我的脚都会磨到那个，你知道，非常容易留疤，然后有个色素沉淀。我知道，我就想说，这不是维他命 C 嘛，我就用看看。结果色素沉淀要不见了耶，就它淡淡非常多，因为我才用了2、3天，它就不见。往下搬一点。我原本没有想到可以这样用，这是另外发现的一个用法。所以如果膝盖发黑也可以涂。我觉得可以，然后。我如果用脸的话就更厉害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5倍光精华，它里面是有5种的维他命 C。哇！然后呢，它很特别，像是市面上美白产品里面，它是维他命 C 最多的一款。然后我们都会觉得，维他命 C 啊，它其实就不太能抗氧化，所以呢，它没办法把这个营养带到深层，像是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就没有办法。但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奈米传导技术，就是独家专利的技术，它可以把这个维他命 C5种维他命 C 包覆起来，所以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，提高它的效能。然后呢，因为分子很小的关系，它深入到基底的话，它同时呢还可以抗氧化。另外，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，所以呢它可以促进保湿。所以你们可以擦擦看。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很水嫩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昨天有发亮，我直接擦给大家看，就是直接上脸，真的有擦。它用起来的感觉呢，就是非常的舒服。反正我洗完脸就可以用了嘛，对不对？男生也可以用啊，对，就是。那我想问，它是果酸类，对不对？它是只能晚上擦吗？还是早上？没有它因为它非常厉害，就是像你这么爱运动、爱跑趴的人，很适合。就是你跑趴就没有讲了吧？跑趴就有点多了。就是呢，你平常出门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好好的来保养。我先擦给大家看，它是完全不挑肤质哦，而且呢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，白天当然也可以用。好，你们可以看看，就是擦完之后，这又香，就很舒服，清爽。对啊，你就有一种就是身处在一个柑橘园里面的感觉。然后像我会推荐给一些我打高尔夫的姐妹们，来用，然后他们就只给我4个字，就是相见恨晚。就是早点
早知道就用了。对，还有一些跑业务的姐妹啊，大家就是很需要骑摩托车啊，你就是需要这种防晒美白的保养，就是让你的状态比较好。那其实像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做一些进场保养，今天日常，然后每次做完这些课程，你就想说，我是可以皮肤可以擦什么保养品，因为很脆弱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用错可能会很糟糕，会刺激什么？会刺激，对。所以其实这个5倍光精华，它里面还有积雪草的成分，那它是帮助我们可以修复的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其实还会搭配他们一整组，比如说乳液啊这些东西全系列来使用，因为他们有得过许多的国际大奖。那像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不只是有一些色素沉淀会变淡，那会感觉自己的状态呢是比较饱满透亮，很水嫩，很水嫩。哦，我现在擦完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超亮哎，这很好用，好像有化妆一样。对啊，很棒的推荐哦，谢谢张宇，谢谢。听完打破很多迷思嘛，大家都觉得说在运动员在家里都不会做事，你看其实还是很多暖心事。那我当妈妈的人会觉得说，好像真的不需要这么紧张。看得到，反正大不了就吃青蛙，有事吃青蛙啦。没事，对他们来说，终极就是说不要吃手，其他什么都可以吃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好啊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